在今天的中国，内卷不是一个词，而是一种时代病。它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掐住了亿万人喘息的喉咙。从企业到家庭，从工厂到大学，从老板到打工人，没有人能逃得掉。过去10年，中国经济曾被寄予厚望，高速增长、全民脱贫、科技创新、消费升级。可现实呢？疫情3年掏空了储蓄，房地产暴雷掏空了信心，新质生产力又掏空了利润。如今连年轻人的梦都被卷得粉碎。2025年的中国正活在一场增长假象的后遗症中，一边是政府喊着高质量发展，另一边是企业倒在价格战的血泊里；一边是统计局宣称 GDP 稳中向好，另一边是中产阶层储蓄率飙升，消费意愿冰点。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，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逼近 64%， 而消费贷款余额在过去1年骤降超过 8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人不敢花钱了，连最敢买的90后也成了超前消费的企图。日本1990年泡沫崩盘用了10年让民众回归理性，中国可能要更久。2024年，全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 13%， 创下近10年来最大跌幅。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，超70个城市房价持续下跌，二手房挂牌量暴涨到历史新高。房价一旦跌，就不仅是财富缩水，而是整整一代中产阶层的心理崩盘。他们曾坚信买房就是通往未来的护照，如今却发现那是时代挖下的坑。于是他们缩手缩脚，不敢消费，不敢投资，不敢换工作。这场信心的塌陷比任何经济指标都更致命。政府提出新质生产力，希望用科技创新拯救经济，但残酷的现实是，产能过剩被包装成了技术突破。电动车行业超过100家厂商在拼命烧钱，互相压价。光伏组件产能已超全球需求 50%， 价格一再跳水，利润蒸发殆尽。锂电池制造商数量逼近100家，供应量高出全球需求 25%。表面上这是创新的盛宴，本质上却是内卷的极致。每一家企业都在拼命活下去，哪怕是以亏损换生存。当卷死对手变成唯一的胜利标准，整个产业链的未来也就被掏空了。中央政治局在2024年7月首次将治理内卷式竞争写入会议纪要，年底经济工作会议更提出综合整治。于是监管部门开始约谈车企、水泥厂、电商平台，要求不要过度降价，地方政府被要求削减补贴，官媒喊话理性竞争。听上去像是要解决问题，实际上只是又一次政治运动。因为真正的病根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、对投资拉动的依赖、消费动力的缺失，一个都没动。10年前，中国也搞过一次去产能运动。那时，钢铁厂为了上新闻，把高炉炸给电视看，结果几年后，钢铁产量不降反升，美国被迫加征关税。现在的反内卷，何尝不是历史的复刻？经济学家高善文早就警告，中国的增长模式如果不转向消费驱动，迟早重蹈日本覆辙。但中国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，至今仍徘徊在 40% 左右，远低于美国的 69%， 德国的 53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繁荣是靠投资堆出来的假象，意味着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多地躺在银行账户里，而不是流进市场。如果说产能过剩是眼前的伤口，那么老龄化就是埋在地下的炸弹。计划生育的代价在实施40年后全面爆发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人口连续第2年负增长，全年出生人口近764万，比上一年少了近60万。
与此同时，60岁以上老人已突破2.9亿人，占比高达 20.8%。一个正在迅速变老的国家，注定难以维持年轻的经济活力。少子化意味着未来劳动力锐减，意味着养老金缺口扩大，意味着消费下降。这是一条通往通缩的必经之路。日本在1990年代经历了类似的宿命：泡沫崩盘、人口老化、储蓄过剩、通缩陷阱。如今的中国正一步步重演。不同的是，日本还有全球制造业护城河，而中国的竞争对手几乎无处不在。在北京的写字楼，30岁的白领凌晨还在改 PPT。在广东的工厂，流水线女工每天12小时被机器声包围。在互联网上，年轻人把考公、考编当成最后的出路。过去，人们相信奋斗可以改变命运，如今他们只想活下来。这不是个体的懒惰，而是结构的绝望。当房子、孩子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金都成了压在生活上的巨石，年轻人连努力的意义都开始怀疑。于是，躺平、摆烂、润学流行。于是，35岁危机成了社会共识。一项麦麦职场报告显示，超过 72% 的互联网从业者认为35岁以后职业危机感极强，其中 45% 的人担心被裁员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年龄焦虑正在从互联网蔓延到制造业、金融业乃至国企。过去拼学历、拼能力、拼背景，现在只剩下拼谁能撑得久一点。10年前，中国年轻人被称作最有狼性的时代。他们敢拼、敢熬、敢996，像一支不知疲倦的军队，为了梦想，为了钱，为了改变命运，昼夜不分地往前冲。但10年后，那群狼都被训成了羊。不是他们不想奋斗，而是卷不动了。内卷吞噬了梦想，也吞噬了信仰。一个北漂的程序员说：“我不是在工作，我是在求生。”35岁，他被公司裁掉，因为不符合公司战略升级方向。他有房贷，有孩子，有父母的医疗账单，可在新公司面试时 ，HR 只问了他一句话：“你多大了？”在中国的职场，35岁是一道隐形的坎，跨过去的成了管理层，跨不过的就成了废人。据猎聘网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互联网行业35岁以上员工占比仅 12.6%， 远低于5年前的 29%。那些曾在深夜灯火通明的工位上写代码、做报表、冲业绩的人，如今正在网约车、保险公司、外卖平台重新开始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是努力不再被需要。学者们称之为结构性失业，但在普通人眼里，这只是赤裸裸的命运淘汰。根据2025年国考报名数据，今年报名人数突破3100万，录取比例约为1:71，刷新历史记录。有些热门岗位的竞争比甚至达到1:3000。考场外人山人海，每个人都像在抓最后一根稻草。他们不是在逐梦体制，而是在逃离现实。有留学回来的硕士，有曾年薪100万的互联网产品经理，有在外企被裁的白领，所有人都挤进了同一个考场。他们明知道体制内也有腐败，有规则，有官僚，可那已经是唯一还能喘息的空间。在这个外面全是雷的世界里，稳定成了最大的奢侈。过去30年，中国经济靠人口红利起飞，可如今年轻人变成了稀缺资源，却要承担整个社会的赡养负担。一个90后要供养老人、抚养孩子、还房贷、交社保。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蓝皮书测算，到2035年，中国每2名劳动人口就要负担1位老人。这意味着年轻人一生的储蓄都将流向养老、医疗与教育体系，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收割。
而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？更贵的房价、更高的税负、更少的希望。内卷早已不只是社会现象，而是经济结构的写照。一个靠投资拉动的国家，永远无法靠消费修复；一个靠扩产保增长的体系，迟早会被产能淹没。就像经济学家们警告的那样，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缺乏产能，而是缺乏信心与出路。而所谓的新质生产力、科技创新政策扶持，都像是给病入膏肓的病人打强心针，提得起一口气，却撑不起一个未来。有人说，内卷的根源在民众的焦虑；也有人说，内卷是竞争力的体现。但事实是，当所有人都在卷，所有行业都在卷，连政府也在卷时，整个社会就只剩下了疲惫。如果不反省、不改革、不重建信任机制，中国的内卷就不会结束。它会像一个回旋镖，最终打在每个人自己身上。